我感觉我好失敗啊！再過几天马上36岁了，目前狀態失業一事無成，還有170多萬的負債。30歲之前，我總認為人生是要來揮霍的。我的前半生花錢大手大腳，做任何事情都是很任性，從來不去考慮後果。當時有多開心，現在就有多狼狽。直到現在我才明白，我現在所經歷的一切都是在為我30歲之前犯的錯誤在買單。馬上40了，我的夢想還沒有完成，家人沒有照顧好。我大概是深圳混得最慘的95後，在這個城市快10年，我不光一無所有，我還欠着70-80萬的外債，沒有存款，沒有工作，也沒有對象，一個人窩在出租屋裡。最熟悉的社交是接外賣電話。我是山西運城一個小縣城出來的，我爸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了婚，我爸也不太靠譜，家裡就剩了一個70多歲的奶奶。說句扎心的，家這個字對我來講不是一個可以回得去的地方。博主說，他大學畢業後來到深圳打工，那幾年省吃儉用，好不容易攒下一點錢，因為不想一輩子給別人打工，他試着把這筆錢投進餐飲行業。沒想到第一次創業就以失敗告終，投入的資金幾乎全部賠了進去。為了翻身，他開始刷信用卡，借網貸，以貸養貸，前後借了50-60萬。他把這些錢全部砸進新的項目裡。可這幾年經濟環境不好，店倒了，項目黃了，債卻留在了他身上。如今他背着70-80萬的債務，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他腦子裡轉的都是那些永遠還不完的賬單。33歲，深漂10年之後，我決定離開深圳了。昨天晚上我一個晚上沒有睡覺，失眠了。我是23歲的時候來的深圳，今年已經33了。整整10年，我把一個人最能熬、最能拼，也是最不怕輸的年紀，基本都留在了這個城市。這10年呢，我沒有偷過一天懶，也沒有好好的享受過一天。每天不是在工作，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。博主說，剛來深圳時，他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農村小伙。後來，他從一名普通銷售員做起，一步步成為銷售總監。那時候他堅信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夠成功。後來他選擇了創業，想證明自己不僅能做銷售，也能經營一家工厂。可現實很殘酷，工廠最終倒閉，他背上了30萬的債。如今他想離開深圳，換一種活法。他說，離開不是失敗，而是為了給自己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。中年失業有3件事，你打死都不要立馬去幹。第一件絕對不能碰的是拿賠償金和存款去盤個實體店，或者搞加盟。那些做加盟騙局的人，他們天天盯着你手裡那幾十萬的裁員賠償金，跟你吹噓3個月回本，傻瓜式操作。他們賺的就是你的加盟費和設備錢，只要你敢把這筆錢投進去，房租加裝修，你的現金流瞬間枯竭。打工最壞的結果是賺不到錢，瞎創業結局往往是負債累累。中年人不要拿全家的口糧去挑戰真實的商業世界。博主說，很多人失業後，为了緩解內心的焦慮，開始瘋狂報名各種高價技能培訓班。這些課程少則幾千元，多則上萬元，讓人誤以為只要學了新技能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。然而，現實往往並非如此。許多人花了錢，投入了時間，最終卻收穫甚微。我失業了，找不到工作，還負債100萬，我該怎麼辦？這是一個朋友最近在跟我哭訴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老婆跟他鬧離婚，2個人都在搶孩子的撫養權。我說都這個時候了，你拿什麼養你兒子？即便你贏了，硬是把孩子帶在身邊，他會佔用你多少時間跟精力呢？這樣你一輩子就很難翻身了。現在就是搞錢要緊。博主說，他自己也經歷過創業失敗，那段時間他找不到工作，整天待在家裡，連父母都覺得他丟面子，朋友也漸漸沒了聯繫。他不禁感慨地說，這就是人性。當你沒錢、沒有價值的時候，身邊的人都會看不起你，也很少有人願意伸出援手。就連你認為最要好的朋友，也會漸漸疏遠你。
上個月確實挺累，再加上又是淡季，看到工資到賬的那一刻總算踏實一點，畢竟可以拿去還債。負債的感覺真的低人一等，不過也讓我看清了周圍的人，心裡經常會莫名其妙的煩躁，說實話心很累，這種感覺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會懂，所以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，努力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，哪怕現在只是送外賣，我也要為我以前的行为买单。在過去40多年間，深圳從一個邊陲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化大都市，這裡聚集了大量外資企業、台資工廠和出口製造業，吸引數以千萬計的外來務工人員前來追逐夢想。然而，近年來，隨着外資企業持續撤離，部分產業鏈向東南亞轉移，這座製造業重鎮正面臨新的挑戰。隨着工廠停產、企業裁員，不少打工人失去了收入來源。在房租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現實面前，有的人已經無力承擔住宿費用。網絡流傳的多段視頻顯示，在深圳部分汽車站、公園、廣場以及橋下出現了露宿過夜的人群。他們之中有建築工人、流水線員工、外賣騎手，也有曾經從事技術工作的白領。白天，他們穿梭於招聘市場、勞務中介和工業園區之間，希望找到新的工作。夜晚，鋪上一張紙板或席地而臥，在城市角落度過漫長的黑夜。在深圳，你知道找不到工作的人能焦慮到什麼程度嗎？我是98年的，今年過完生日就要28歲了。從去年12月失業到現在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。由於長時間找不到工作，我已經患上了焦慮症了。剛開始失業的時候，我一直強迫自己要盡快找到工作，因為我特別害怕空窗期拖得越久，後面就越難找工作。那時候想，哪怕薪資低一點也可以將就。博主說，隨着被拒絕的次數增加，他的焦慮也一點點攀升，晚上常常睡不着。為了讓自己早點入睡，他每天都逼自己在11點前上床。可他一躺下，平時忽略的那些雜音，此刻卻變得格外刺耳。路邊的車流聲、樓下攤主的卸貨聲，還有行人的說話聲，都讓他無法入睡。他知道自己得了焦慮症，開始猶豫要不要回老家。可回去之後能做什麼，他心裡一點底都沒有。我貸款72萬買了一個房子，之前買房子從來沒有想過為了這個房子，如今會愁得每天都睡不着覺。那個時候因為和前夫在父母家住久了就會有矛盾。他說重新買個房子過屬於我們兩個的二人世界，沒有想過租房子。那個時候不知道腦子怎麼就一根筋，當時只要覺得我們兩個在一起，再怎麼樣都能還上房貸，而且當時身邊的人也在買房，所以根本沒有仔細算過賬，就把我打拼10來年的積蓄給了首付。博主說，買房的時候他對未來很樂觀，覺得這一輩子就買這麼一套房，哪怕日子苦一點，至少能有個屬於自己的家。他每個月都按時還房貸，可直到前幾天查了賬單，才猛然發現，這幾年辛辛苦苦還的竟然大半都是利息，本金幾乎沒怎麼動。他忍不住自嘲，直到這一刻才體會到什麼叫給銀行打工。我被裁員了，沒想到年初我才剛訂完婚，正準備結婚買房生寶寶的，今天就通知我被裁了。這次裁員真的很突然，上午約談，下午就讓辦離職，明天不用來了。沒想到我還不到30歲就失業了。小譚知道這個消息後，早早就在地鐵口等我。怎麼回事啊？我白天聽到你消息我都懵了。就是我早上剛到公司嘛，領導就說找我聊聊，我當時就感覺不太對啊。然後我進會議室 HR 也來了，我就懂了，你知道不？然後 HR 就說被裁了嘛，其實我現在腦子都是懵的，別說你了。今年誰家有大4的畢業生啊？現在都6月份了，我們家這個還沒找到工作。我兒子其實一直在找工作，投簡歷，石沉大海。本身我們就是一個普通的2本，畢業論文剛寫完，現在找工作就沒有着落，一直在外邊跑，很辛苦。前2天我就問我一個親戚，看看他們單位要不要人。他說
他们单位本来今年也没有几个岗位，早被领导家的親戚朋友給佔住了。96年30歲，畢業8年，我已經換過11份工作了，現在是一個人在深漂，並且3年沒有出去打過工了。這3年真的感覺像被扒了一層皮，本來有體面的工作，有令人羨慕的對象，現在好像一切都回到了原點。其實這3年以來最崩潰的還是2025年，因為上半年我一直在考公，然後每天就是無盡的去學習，因為我去年已經29歲了，對我來說學習已經相對比較遙遠了，然後我感覺那些知識點根本都進不去腦子，怎麼做怎麼都不會。有的時候學着學着那個眼淚就掉下來了，我就感覺自己應該是有點焦慮了。我是老唐，一個在廣東創業5年，把5家餐飲店面全轉了，背上50多萬的債，還帶着焦慮症的失敗者。現在呢，身兼3份工作，硬扛着過日子。16年揣着夢想來廣東做餐飲，5年時間開了5家店，本以為能在餐飲圈闖出個樣，結果2024年行情拉垮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店全轉了，因為買房現在還倒欠50多萬。焦慮到整夜睡不着，頭髮掉了一大把。我90後，來自貴州黔東南，今年30多歲了，在深圳打工3年，沒房沒車，做着一份月休就2天的工作，底薪6000，對着深圳的高樓大廈，抬頭是別人的光鮮，低頭是自己那點微薄的工資，月薪6000，活得像只躲在陰溝裡的老鼠，每天9小時在崗，累，其實能忍，最忍不了的是一眼望不到頭的日子，今晚吃紅燒金槍魚，簡簡單單湊合一頓，這點工資撐不起想要的生活，更看不見所謂的未來。面試了這麼多家公司，我怎麼越來越不想上班了？來深圳深漂了這麼久，面試了無數份工作，卻越面越心累。要麼工資低到勉強糊口，要麼單休大小周，還有很多打着文員的旗號，實則是讓你去做銷售。每次面試完，我都忍不住問自己，難道我只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嗎？讀了3年的大專，學的技能全都用不上，難道就要為了糊口委屈自己將就嗎？有什麼是我來了深圳才知道的事？第一，原來不是每個高樓大廈裡面坐着的人工資都很高的。曾經以為高端 CBD 裡的打工人都是月入過萬的職場精英，來了才深刻地理解了那句在最高端的寫字樓打最猛的騷擾電話。第二，深圳房租很貴，靠近馬路的城中村單間平均都在1600以上，交通便利，房間大點，再翻個倍，幾百塊的租房幾乎沒有。第三，發現深圳電車真的很多，大家走路要注意安全，還有走在人行道，甚至走在盲道上也會被電動車滴的。深圳漂了10多年了，就是打工，好不容易存點錢創業，想有更好的生活條件，買車買房好結婚，結果賠完了不說，還欠一點，後面就一直打工還錢，結果年紀越大就越容易遭到辭退，那種拼體力拼腦力的工作好像都輪不到我。當然我本來學歷也不高，就一個中專生，但是年紀大了，讓我真的去幹那種體力活，說實在話，我也幹不動。我看到了咱們公司是有一個人事主管的一個崗位，然後呢，我的一個工作經驗和經歷呢都比較合適，您看一下啊。但是目前我看啊，你這個年紀啊，87年的。哦，對，我87年39歲。39歲了。對，那個我跟你說一下我們公司的要求哈，可能你這個年紀也不太合適了。啊，對對對，我今年48歲了，杭州人。我現在跟我老婆2個人都是沒有工作的，失業狀態。就是現在我們2個人是感受到焦慮的，有壓力的，因為我們都在吃老本，然後現在每個月開支，我前天我算了一下，我們差不多要9000、1萬左右。我已經失業2年了，如果你也打算長期失業不找工作的話，我建議你可以做下如下的一個心理準備。第一個就是你之前的工作經驗優勢將蕩然無存。這句話不是恐嚇，就是你的空窗1年、1年半甚至2年將會讓99%的公司都不會用正眼去看你啊。為數不多願意去搭理你的小公司，你去面試其實也是過五關斬六將，然後在即將獲得 offer 之前，然後公司 HR 或者是面試官也是顧慮重重，打退堂鼓，然後終究會選了別人。然後你還會度過一段比較漫長的一個黑暗過渡期啊，因為你現在沒有工作，然後你要吃飯，靠積蓄呢你又活不了一輩子。如果40、50歲了被裁員了，你還會再去找工作嗎？我的建議是不要再去找工作了。首先，即使你找工作，如果你不是高管的話，這個年紀基本上找不到什麼好的工作，並且即使你找到工作，40、50歲，在很多節奏快的公司裡面你是不適應的，並且現在的職場環境很多對年齡大的人並不友好。很多同事表面上是尊敬你的，但其實在實際的合作過程中，經常會被年輕人排擠或者孤立。
有網友留言：普通老百姓誰能說不工作就不工作？被裁了也得再重新找啊！即使已經沒有更好的工作，但上有老下有小，不工作就得等着喝西北風了。博主暴露姐深圳表示，當前深圳正面臨外資撤資、台資企業外遷、工廠停工、商場倒閉、白領失業以及街頭露宿者增加等多重問題。过去繁忙的街道，如今人流明显減少，城市顯得愈發冷清。地鐵客流量下滑，車廂空座增多 ，CBD 辦公樓空置率持續攀升，一些總部大樓逐漸淪為空殼。此外，福田區部分星巴克和麥當勞門店已不再營業。在一段視頻中，一位受訪男子表示，自己在深圳漂泊已超過20年，長期在橋體、公園等地過夜，如今選擇在廣場露宿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